最近接连发生了6起奸杀案，受害者都是20多岁的农村女性，一时间找不到有效线索，刑侦大队压力非常大。正这时候，又有人报案，报案人是一名中年妇女，来自农村。一见队长，她就说：“领导，俺是宋村的，俺丈夫杀死了俺婆婆。”队长一听，心头就是一沉，怎么又是杀人命案？最近的一起奸杀案就是发生在宋村附近，这起案件会不会跟奸杀案有关呢？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，这位农村妇女名叫李春芝，她的丈夫宋孝天因为家庭琐事与母亲发生口角，一怒之下竟然将剧毒农药灌进了她娘的嘴里。80岁的老太太一命呜呼。队长带了几个人立即出动，赶奔宋村杀人现场。嫌疑人宋孝天正蹲在院子里，双手抱着脑袋哭呢。进屋一看，老太太趴在土炕上，头发蓬乱，口鼻周围全是白沫，人已经凉了。经法医鉴定，的确是农药中毒身亡。宋孝天对自己毒死母亲的行为供认不讳，案情明晰，很快就可以结案了。然而这时候新来的队员王有新却说：“队长，我看这个案子有蹊跷啊。”“什么蹊跷？”“李春芝说她丈夫是用药瓶子直接灌老太太农药的，而宋孝天本人却说他是把农药倒进碗里灌的。还有几个其他细节，两个人的描述都有差别。而且宋村边上刚刚发生奸杀案没几天，您说这2起案子会不会有关联呀？”“哎，他这属于激情犯罪，当事人的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状态，对很多事情的记忆都有可能不准确，这完全符合常理。奸杀案的作案手段那么残忍，我看跟这个宋孝天没有关系，快别纠结了。现在重点是连环奸杀案，快给我想法子找线索啊！”“队长，还有就是当时在现场看热闹的乡亲们说，宋孝天非常孝顺，不相信他会做出毒害亲娘的事情。”“你有完没完？铁证如山，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，你非要纠结那些个边边角角的事情干什么？现在重中之重是连环奸杀案，明白吗？省市领导都很重视，市长亲自找我3回了，懂了吗？”“那这样，队长，档案先别交检察院行吧？我再抽空搜集一下证据，保证不耽误连环奸杀案的工作。”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算是默许了。几天后，趁着在邻村排查的空档，王有新拐个弯就跑到宋村去了一趟。他并没有直接到李春芝家里去，而是穿着便衣在街上溜达，做出一副闲逛的样子。巧的是，这天刚巧宋村有集，做买做卖的在街道两旁摆满了货摊，赶集的乡亲们熙熙攘攘。时近中午，王有新肚子饿了，坐在路边的小吃摊要了碗馄饨吃。刚吃了几口，就觉得对面坐着的一个中年农民神色奇怪，时不时地朝他瞟一眼。凭着警察的敏感，王有新立刻警觉起来，他装作看手机，悄悄偷拍了这个男人。王有新的馄饨还没吃完，发现那个中年男人忽然起身走了。一看他那碗馄饨剩了能有1/3，于是王有新也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起身离开小吃摊，不远不近地尾随着这个人。很巧的是，这个中年农民一路走到了李春之家所在的那条胡同。等王有新拐进胡同的时候，中年人不见了。王有新气得一跺脚，只好先到李春之家里去看看。敲门之后，李春之在屋里半天没开门，后来终于开门了，头发有点凌乱。警官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哦，我是代表局里来看望受害者家属，有几句话交代一下，怎么不请我到屋里坐坐吗？”“啊，快请快请。”说着话，二人进屋找板凳坐下。李春芝给王有新倒了一碗开水，递过来的时候，王有新发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，说明李春芝内心十分紧张，但从表情上看，他还是在努力地掩饰着。王有新东拉西扯，故意聊了一会儿琐碎的话题，主要意思是安慰李春芝说，家里发生这样的大事要想开些，
有什么困难可以向政府提出来。另外抽时间还是应该去看望一下她的丈夫宋孝天。然后便离开了。回去之后，到了晚上，王有心掏出录音笔，反复听白天他与李春芝的对话，想从中找到蛛丝马迹。10多分钟的录音，他反复听了20、30遍，觉得李春芝说话还算正常，唯独一点令王有心觉得奇怪。这段对话当中，李春芝从没主动问过她丈夫现在的情况，反而是3次提到了连环奸杀案。明显他是很想打听出奸杀案的进展情况。于是王有心赶快找到队长汇报。队长耐着性子听了一遍录音之后就说：有心啊，你还是太年轻，破案可不是像你看过的侦探片那样，没那么多巧事啊。我看着李春芝说话很正常，女人都很八卦的，她只不过是好奇心罢了。你完全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在一个李春芝身上浪费时间。记住，盯紧连环奸杀案，搞不好犯罪分子随时还会再作案。王有心皱着眉摇了摇头，只好不再说什么了。几天后，王有心再次来到宋村，他先是悄悄到李春芝周围邻居家走访调查，结果乡亲们都对宋孝天害死母亲这事儿表示不可思议。当问到宋孝天与李春芝的夫妻关系如何时，有一位老乡就说，他们2口子倒是挺恩爱的，李春芝也算是个孝顺儿媳妇，好几年了，一直帮着丈夫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。只是有一件事吧，人家一直瞒着宋孝天，瞒得挺严实，别人也就没人跟宋孝天说，主要还是怕李春芝那个相好的，那人可凶了，是个老光棍，没人敢得罪他。听到这儿，王有心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掏出手机，翻出几天前在馄饨摊上拍的照片，举到老乡眼前。你看看，这个人认识吗？他就是跟李春芝相好的那个老光棍叶大锤呀。王有心急匆匆赶奔李春芝家，他打算敲山震虎，吓唬吓唬李春芝，以让其露出更多的破绽。李春芝的确深感意外。王警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叶大锤你认识吧？想请你谈谈他的情况。李春芝万没想到王有心单刀直入，上来就是这么一句，他表情慌乱，赶忙躲开王有心的眼神。叶大锤，我跟他不太熟，你问他干嘛？哦，不熟算了，那我去问别人吧。说着话，王有心假装转身要走。王警官，我认识这个人，他怎么了？王有心慢慢转回身说，连环奸杀案你不是知道吗？就是关于那个案子。哦，那不是他干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就这样没几句话，李春芝便被王有心问得哑口无言，只得承认了他与叶大锤有私情，最后还不忘替叶大锤说好话。王警官，叶大锤是个本分人，他不会干杀人的事的。王有心没再理会李春芝，出门便打电话向队长汇报了这一情况。队长这下也重视了起来，迅速前来支援，与王有心一同找到了叶大锤家，打算对其进行询问。可没想到叶大锤家是铁将军把门，一打听，邻居说叶大锤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。王有心马上又找到李春芝，一番政策攻势之后，李春芝终于说出了叶大锤最有可能的去处，是邻省某县的一个村子，他表哥家。3天后，王有心与队长2个人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，从叶大锤的表哥家将其带回了警队。经过生物学取证对比，证明连环奸杀案确系叶大锤所为。叶大锤交代了一切。原来李春芝在与宋孝天结婚后第2年，便跟叶大锤勾搭到了一起。宋孝天为人比较迟钝，始终没有发现。李春芝因为心里有愧，对待宋孝天很好，同时也任劳任怨地帮着宋孝天一同照顾瘫痪婆婆。可半年前，叶大锤不知怎么的，忽然提出来让李春芝离婚嫁给他。李春芝不肯，他竟然用奸杀其他女性的办法来逼李春芝。一连杀了6个人之后，叶大锤越来越疯狂，他也不说让李春芝离婚了，干脆逼着她杀死婆婆和丈夫。李春芝也真够可以的，
竟然把农药灌进了婆婆的嘴里，刚好被丈夫宋孝天撞上。见母亲痛苦的死去，宋孝天痛苦极了，但他想不通妻子为什么下此毒手。一番追问，李春芝说了实话。而这位宋孝天也更是奇葩一个，他竟然为了成全妻子和奸夫的所谓爱情，只求一死，让妻子去报案，说是自己毒害了母亲。案情真相大白，震惊了全市。好长一段时间，人们的心情都难以平静。李春芝和叶大锤被判处死刑，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宋孝天也锒铛入狱，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。王有心受到表彰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在领奖台上说：“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没有案件发生，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平安。”